大家好，我是以賴。這一次是我們第3次來北海道，一樣是陪我哥哥來吃海鮮、逛魚市場，還有一個我朋友的家庭。聽說最近有熊啊，所以我們現在要去租車，全程開車的話會比較安全。租車這一次呢，我是使用去的 App 來預約的，這是個自助旅遊必備的手機 App。點開 App， 選擇交通，選擇國外。這裡有一個 Toyota Rent a Car， 這間租車公司不只在千歲機場有據點，其他地方也有很多，可以甲地租乙地還，很方便。除了搞定租車之外呢，去是一個很全能的旅遊 App， 它還可以搜尋住宿、機票、交通、網卡等等，讓你在旅行時再也不用在一堆網頁中切來切去。它還有日本跟台灣的一些店家專屬優惠券，像是去藥妝店買東西時，只要出示這個優惠券的界面，就可以使用優惠哦。來看一下租到的車子，我們是一車4個人嘛，租6人座的，有大空間能放行李跟外套，去超市買食物也都放得下。車子內部沒有異味，操控靈活正常，而且蠻省油的。接下來開車去南千歲住一晚。你有吃過薩莉亞嗎？沒有，這個台灣也有，可是我覺得日本的很猛，對，它上菜速度超快，然後超便宜的。哇，這面看起來不錯哎。這個分量，你看真的有套丟呢。對呀，有一點點嘞。对，蠻多的嘞。這裡啊，蠻多的嘞。套丟啊，這裡蠻多的嘞。這一盤70塊，還有套丟可以了。你說這一盤才70塊台幣啊。來，你先吃這個蛋菜，來，講過來。好吃，好吃哦，好吃，真的哦。再叫一盤，再叫一盤。哇，里面還有汁哎，很好吃哎。好好吃，好好吃啊！這裡各大飯店的都好吃，好好吃。它剛好都是4啊，我們都是1人1份。你看它這個，好好吃啊，哦，對不對？它都很平，但是調味都很好啊。亞裔的好吃，對啊。我真的覺得蠻不錯的、啊。我們也可以哇，好。豬肉好吃，比較稠一點，鮮甜的吃得到，但是料很多啊。我上次吃過了，你先吃看看。我直接用。是吗？吃了，对。我直接用了哦。它就是調味調得不錯啦。然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螺，還是蝸牛還是什麼之類的，但它不會硬啊。新鮮，好新鮮哦！它的東西都吃得到鮮甜，好不簡單。我們剛剛這樣全部600塊4個人，如果你很能吃的，你600塊1個人哦。差不多可以把你吃撐了，對不對？像吃到飽餐廳一樣。這其實排這個行程，我覺得然後要找到地方真的是難度蠻高的。我們這個年紀的人自助旅遊啊比較難，是因為大部分呢有小孩要顧，有爸爸媽媽要顧。你排行程的話，你要花很多時間去弄，然後你有工作要顧，排好的行程分享給其他人。看一看你有什麼意見，你就直接講，不然以前很難排啊。出來以後，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見。走一個。隔天清晨開30分鐘的車來山小木漁港，這裡的北極貝產量是日本第1。魚鞋拍賣市場我有進去參觀，但是沒有拍攝，因為他們已經在交易了，就不好拍了。拍賣場旁邊同一個建物有一間漁夫餐廳，是我這一次的主要目標。這就等一下吃的啊，
你把你拳頭放在那邊對比一下，這也太大了吧！哇，這全部都是哎，好多哦！哇，大一顆哦，好大一顆哦，都活的哎。我們大約早上7點就到餐廳了，這麼早來居然也排了半小時。主要是店面不大，人手也不多，整個牆面都是名人的照片跟簽名，根本不用裝潢，貼滿就完事了。窗戶外面就是碼頭，工作人員年紀不大，這麼荒涼的地方年輕人很少見。這裡就是北極貝專賣店，北極貝的各種做法幾乎都有，很喜歡吃北極貝的人要來試一試。結果一坐下就被和牛給迷惑了，馬上叫了一盤，1500日幣而已。根據我的觀察，廚房一直在準備中午要賣的東西，所以早上出餐節奏比較慢。那牛排最容易做，就最先上來了。好吃嗎？嗯，這是和牛，和牛。好吃哦，好軟，好吃。但是好甜哦。要配飯，配飯的啦。对吧？好好吃哦。这超好吃的。盒子裡面全部都是北极貝，整盒哎。那盒。哦，这個是裙邊。我們剛才講的那是大蒜嗎？然後長得不像哎，豪邁呢。那應該是不會是1碗的量吧？所以就是說不要點什麼鮭魚那些的，我們來這邊就是要吃北極貝。它那個是鱈魚的筋吶，哈。哎呀，它就拌在那個飯裡。會蠻多，但是哪一個牌子好？好吃嗎？哇，讚哦，好鮮哦！他們知道那個都會爛的，這個很有口感嘞。哦，它就是咬的時候會有彈性嘛。對，這一點，它不會什麼黑黑的，可能產季不對。哦，很甜。哦，有瓜果的香味。對呀，就是完全不像海鮮。對，那種清香感。你有一碗湯嘞哦。哇，喝了，他每一個人的洞都會有一碗湯。鮪魚啊，這個不知道是鯛魚吧？甜蝦蠻多的，就他們的鮭魚啊，鮭魚炸的竹莢魚，海膽，好吃，感覺很有咬勁，但是一下子就化開了。真的，甜的嗎？超甜，這更軟哦，更軟。這是炒肉，豬肉。對，肉，它應該是肉野菜。我剛剛看它肉是醃製過的，就是炸竹莢魚，它應該沒有刺。在那邊湯，吃一點。你的湯哦，這個蠻好吃的，好吃哦。對。甜嗎？對啊，炸竹莢魚，新鮮，很新鮮。它這個要費工啊。然後很好喝哦。啊，比較重。光進煮蛋就很好吃了。哦，你這個肉看起來好讚哦。好吃嗎？好吃。哎，哇，还有这个嗎？哇，漂亮！可是这很像是漫畫會出現的咖喱耶。哇，天哪！哦，哦，這樣子哦。燙吧？還好。好吃嗎？你有吃到那個北極貝嗎？有，北極貝加咖喱啊！我就是為了這個來的。好到這麼偏僻的地方，早上6點起來。對，還好只有白開下。很好吃，咖喱很好吃，可是它咖喱醬很濃郁，很好吃。哦，好 Q 哦，對，標台，口感很好，整個調味上都非常爽哎，就可以大口把它吃掉這樣。哇，好吃！我們4個人還叫了6個丼飯。好像就是前一天晚上餓到現在。它豬肉也很好吃哎。對。它這個
這個咖喱這個真的是絕妙，反正它整個菜單上全部都北极貝啊，就是蒸煮炒炸，然后烤的一大堆。這湯來這有白紙，你喝看看我這個，把那白紙撈去吃掉。想看嗎？這是白紙啊。可是煮湯是甜味都煮掉了，煮太久還是有，但是應該它這樣泡久了，甜味就沒了，還是有。但是它這個隨便附的湯裡面就送你一顆白紙哦，很大氣啦。難怪它的湯會好喝。對啊，它就是很多料在裡面的，超好吃的。6個丼飯，沒有他叫了很多什麼炸蝦那些，我想說來這邊叫什麼炸蝦？超市就有了東西，對不對？不好意思跟他們講。吃飽出來，外面排隊的人更多了，有的人看起來就是當地的漁夫。餐廳外面就是碼頭，剛好有一艘船進港，我來偷瞄一下有沒有漁獲。都是北極貝，疊起來的全部都是，用餐廳門口一樣的籃子裝着。由此可見呢，這個餐廳的海鮮有多新鮮了。漁港對面有一些魚店，我打算去買魚，晚上回民宿煮。但是現在太早了，魚店還沒有開。附近有一個咖啡廳可以坐一下。在偏僻的漁港，居然還有這一種氛圍的咖啡廳。我哥在問老闆附近哪裡可以拾貝。這間咖啡廳很不錯，剛剛那間餐廳更是棒。我把它都加進去的行程裡面，你們可以看我的行程就知道在哪裡了。這是我原本預計要買魚的店，就在餐廳走到馬路的對面。這是活的。對啊，這應該也是活的吧？對啊，什麼？這個比早上那個更高級，是嗎？對，你看多大啦，不是，它是鹽水的。一般木盒海膽是有加明礬的，鹽水是沒有加，所以它的保存時間更短。它這個一個多少？一包1200，一盒1200哦，4個1200。剛那個蝦，外面那個蝦超甜的哦，好甜哦，1公斤6500，白紙。剛剛都有吃到呢哦。但是剛那個有帶血，這個是比較乾淨的。炸的時候它的是粉紅色的，沒帶，這好東西。日本節倉，這個我想買。這個台灣有，但是台灣的沒帶都不油。提拉妹跳過，這裡有青柑，喜之刺哎，對，喜之刺。哦，這個好小哦，太小了，好小哦，對，跳過。我買了那尾節倉，還有鱈魚白子。結完賬之後，他們才說不提供冰塊，而且結賬的時候態度很差，整間店不知道在拽什麼。然後這個厚岸牡蠣呢，是我來北海道踩過最大的雷，晚上你們就知道了。旁邊還有2間魚店，剛剛那間東西很少。這個門口也在吊一夜竿，天氣夠冷才能直接吊在戶外。這個魚店很大，小姐姐都笑容可掬。一盤500，那你就買2隻回去吃嘛。那你要買那個嗎？這個是一盤是2100，貝類就比較貴了。它就是3盤的，要不然就買3盤。吃得完嗎？你們這麼多人哦，對啊。3盤，OK， 那你就跟他說全部。八角是它1公斤2000日幣，這在台灣的話跟大盤買過，1公斤是1600，它長得很醜，可是非常好吃。這裡有很肥的喜之刺，上面那個長得像烏魚的啊，是這裡的特有魚種，我下次再試看看。這個是北海道飛魚，這種魚也是超肥的。我發現他們有的魚店會用微紅的燈罩魚。這樣魚看起來就會色澤鮮豔，很容易增加你踩雷的幾率。我沒有拿喜之刺起來聞，因為店家用塑膠袋蓋着。我只聞了八角，八角的狀態可以生食，而喜之刺呢，只能做熟食了。但是我並不後悔，這的確是我此行看到最大的喜之刺了。買了4尾，爽翻天。這個魚店後面還有好幾個店，你也可以在這裡吃飯。這裡也有賣北極貝咖喱飯的。有蠻多東西可以買的。哇，他們一次賣4尾
喜之次好像很高興，对啊，他們好像有業績制吧？那個老闆對着那女孩子說：“對，我覺得太明顯了，很好笑哎。”這一次我們同行8個人2台車，那3組人對於行程的需求都不太一樣，要如何有效率的來討論行程呢？那我們可以在 Google Map 上面做一個清單，匯入去之後轉成行程，也可以直接在 App 裡面把飯店、交通、景點加進去，之後用 QR code 或點選連結的方式把行程分享給同伴，這樣子就可以很有效率的來討論了。配合一鍵排序，設定起訖點之後，即能生成多種路線、景點間的交通方式與時間自動生成。行程排好之後，它有提醒下一個地點的功能，可以直接聯動導航。雖然日本的車子都內建導航啊，但是我用不太習慣，我還是喜歡用手機導航，這樣子使用起來更直覺、更方便，就像在台灣一樣。下一站是白老的愛奴民族博物館。愛奴人是北海道原本的原住民，北海道的很多地名都是愛奴語。這邊有一個車子，適合樂齡的人，不然景區很大。对啊，不用走，而且重點是風很大。15分鐘，這邊就車子帶着你走，輕鬆。你看那些年輕人都用走的，我們真的是很樂齡哈，整車都很樂齡。看年輕人，他們都不穿外套，對啊，瀟灑。他們這是來戶外教學啦。他那個圖上面看2站很遠，其實很近。結果那個車子就是從那一邊這樣子，然後開過來這邊呢，我還以為很遠。對啊，難怪他一定覺得我們是來亂的。我覺得太有趣了，弄得轟轟烈烈的，結果這麼近哦，是不是很像南島文化？哦，就是跟台灣那個差不多意思啊。個人覺得啦，愛奴文化很像台灣原住民，長得也有點像。這邊應該只有一點點畫面。拍 You and Me 啊，耶、You and Me 就是畫面，好畫面。這個2樓是博物館，1樓就賣一些小東西。我買了一個口簧琴，就跟我們那個泰雅族的一模一樣。這2天我練習一下，影片最後吹給大家聽。站在2樓，整個園區可以一覽無遺。這個地方好像比想象中更小，一下就看完了。我們來門口喝杯咖啡，用去看一下附近有沒有別的景點。你看這邊有個新榜單，看看這個周圍有哪些知名的景點或餐廳，有那個熱門程度的排行，或者你可以參考網友或是創作者的旅遊行程。剛剛那個在地人說啊，附近有一個星野集團的飯店，就在那個湖的對面，其中的一個溫泉有對外開放。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它加入行程當中，然後我們先去泡完溫泉，再去超市買東西。這個超市是北海道當地的品牌，我去年來曾經看過很多海鮮，但是這一間卻很少，不知道為何今年扇貝非常貴，而且非常少，超市裡面只有賣冷凍的，那冰鮮干貝吃到爽的期待就落空了。這個螺也是解凍，都冷凍過，這一區應該是全部都是解凍過的。這裡有台灣進口的鮪魚，也是冷凍後退冰的。這是安康魚乾，生食用。會不會我們在台灣吃到的都跟那長得一模一樣？這個都沒有人買，全部都打折。公斤單價也要5000塊日幣，就很漂亮。是捕，我要回去查一下這是什麼。這個是某種海螺的握壽司，因為我不喜歡吃螺，就沒有背到這個單字。我來跟我哥說呢，他10分的2碗，牡蠣也都很小份。這一盒乍看之下還行，結果轉過來呢是薄薄的一層。這個是拿 CD 盒來裝牡蠣的概念。你看這個蝦很漂亮，上面寫阿根廷進口，這個就台灣常見的天使紅蝦。這個感覺到處都有在賣這個玩意兒，有的日料店也用這個。要吃這個的話，在台灣吃就可以了。那這一間的海鮮充滿了養殖跟進口的，還有解凍在賣的，我蠻失望的，就買肉好了。這個肉還不錯啦，半價。可能買的人少吧。對，這個半價我們先拿起來好了，等一下被人家買走。唯一一個半價。對，半價。
這一個半價的，看要放到後面的。对，那顏色就有點暗沉哦。我打開去上傳個動態牆好了。那剛剛那間海鮮太少了，我來永旺超市看看。這間永旺有一整區都是賣海鮮的，種類很多，還有不少是活體，很讚哦。這裡有長得很像松葉蟹的螃蟹，這個不是紅楚蟹，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是松葉蟹，這個超便宜的哦，一隻才哦，因為它斷了一隻腳哦，這個斷了腳哦，斷了腳所以便宜啦，可以了，這樣才200多塊而已啊。它一個是980，沒有，他說含税1058。如果真的還要再買啊？我還要再買嗎？那台幣多少錢啊？这個這樣子的話就2400塊而已。梦，那你要哪一個？都記得。我們一開始不敢相信會這麼便宜，所以先買了2隻看看。等到店員把標籤貼上包裝之後呢，馬上又買了4隻，都是公蟹。雖然它都斷了一腳，但全部都是活的，一隻台幣200多，賺爛了。我回家查了一下，這個螃蟹最近大出，我們剛好趕上了，這填補了我沒有吃到活扇貝的遺憾。這個也是冷凍的，對呀，這個也是冷凍的哦，硬硬的。你看這個肉，感覺很多，對不對？我跟你講，這都公設比，你看這個看起來是不是很多？它這個設計也太奇妙了吧，好厲害啊！你沒有摸到手上，不知道呢，它是斜的呢，它是斜的。打8折。哦，買這個好了。好，這2個。那2間魚店，2間超市，我湊齊了奢華晚餐的食材，接着前往洞爺湖的民宿。這個包棟民宿啊，有3個大房間，大的廚房跟餐廳。門外這個是可以露營的，旁邊還有一個燒柴的地方。這個玄關比我家的廁所還要大的很多。浴室有2個馬桶跟淋浴間，有3個洗臉盆，盥洗都不用搶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看這個桌子，可以坐很多人呢。這一次可以坐13、14個人。來看看我最在意的廚房，有3口爐，而且是瓦斯的，不會挑鍋子，也有標配烤魚機。櫃子裡面有超多餐具的，感覺可以供應10幾個人吃飯。烤箱、烤麵包機、微波爐、電子鍋都有。還有什麼鍋子？哦，有這種湯鍋，所有的盤子都有。玉紙燒鍋。炒鍋，外面還有2，這邊是洗澡，大，而且這邊有遊戲機哎，哇，好大哦！天哪，看一下房間，這是一個房間嘛，而且它每一個都是2邊的窗戶，這邊還有個小孩床哎，你看這個，哇，這個設計也太棒了吧！接下來開始我的表演，這個是日本節倉，台灣很少見，有的人叫它黑干，有的人叫它水母倉。那我有買到過1次，但是不太油，很高興能在日本買來吃看看。這是早上買的梭子蟹，我哥哥把它全部蒸熟，熟了之後冷藏起來，可以做成凍蟹。這個是八角，北海道的特產，我之前在台灣跟進口商買來練習過，結果爛肚了。但是這一尾狀態非常好。這個廚房很大，水槽、流理台都很長，水槽上面還有一個板子能夠放東西。這個喜之次拿回來的時候腥味很重，眼睛也都渾濁了，身體軟軟的。依照經驗呢，至少放了3、4天吧，因為它本身魚油很多，油多的魚狀態不好的時候，油耗味會特別重。既然這樣，這些喜之次我就來做一夜干。剛好一夜干起源在北海道嘛，那在地的魚搭配在地的做法。這個內臟已經有一些糜爛了，氣味有點臭，魚乾不能吃怪可惜的，但幸虧魚肉狀態還行。多撒點鹽讓魚肉出水。如果你也要來北海道買喜之次做一夜干，記得要戴手套，
不然它頭上有很多尖刺，這樣子一直壓着它的頭的時候啊，手會流血。最後有2副魚乾沒有爛可以吃，你看這個超漂亮的。那螃蟹蒸好了，蓋子打開超香的，整個廚房都 only 蟹的味道。賣我們店家說這個螃蟹是今天捕的，這個品質沒有問題。如果今天後來沒有買到雪蟹的話，這個梭子蟹就是本日主打了，這一隻只要台幣50元。蒸螃蟹下面流出來的湯全部都留着，要做煮火鍋的湯底。哥哥，你是在偷吃嗎？好吃哦。還好有2個人一起作業，單只有我一個人的話，沒辦法一次搞這麼多海鮮的。喜之刺的肉切開就是很肥美，全部撒鹽之後拿去玄關放着，那個空間很冷，還有風在吹。接着處理八角，這個八角就沒有任何問題了，魚乾都可以吃。這個魚小小的，很容易就搞定了。來處理日本節倉，這個就是它的中文正式名稱。可能是因為它眼睛特別大，所以日本人叫它メダイ。這種魚的黏膜特別多，魚鰓裡面也全部都是。對啊，這看起來就是嗎？不單純。不要懷疑。我在台灣買的那一尾比這一尾大，只是頭很大，身體比較扁瘦。這一尾明顯比較粗，取肉率更高。那這個八角魚我出發之前在台灣練習過嘛，所以現在處理起來很順手。關鍵是也是要戴着手套啊，它身上有很多倒鈎尖刺，扎到也是會流血。那想來北海道民宿自吹的話呢，一定要準備防割手套。這裡好吃的海鮮壓力都很大，所以他們都有很多尖刺保護自己。喜之刺魚頭的尖刺也蠻多的，還有北海道3大蟹也都刺刺的。節倉整尾都做生魚片，這種魚水分很多，魚肉煮熟也不會硬，切厚片呢能展現出甜味跟油脂。處理的時候刀要夠力，不然魚肉很容易散開。節倉的肉很軟，但是肌理比煙仔虎更有彈性。處理魚剩下的邊角料全部都煮湯，等等加入螃蟹的湯汁。來處理這個尾松葉蟹，它真的跟松葉蟹長得一模一樣。如果超市把它當松葉蟹賣呢，我真的分不出來。直接用處理松葉蟹的方式來做。我查了，這個應該叫做拜氏雪蟹，在日本網站上評價是5顆星，跟松葉蟹一樣，都是雪蟹屬的。松葉蟹的日文叫做ズワイカニ，那這個拜氏雪蟹叫做オオズワイカニ，就是大的松葉蟹的意思，比松葉蟹更大，然後賣的比松葉蟹更便宜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啊，可能是品牌啊，可能是商業操作。因為松葉蟹的大名如雷貫耳，我3年前在大阪買的活體松葉蟹，一隻可是要18000日幣耶。然後買回民宿才發現也斷了一隻腳。那這2種蟹跟吃到飽餐廳的那種紅楚蟹是不一樣的，長得不一樣，吃起來也差很多。那這一次來這邊最大的收穫應該就是這個螃蟹了，一隻200塊台幣，你敢信嗎？那這樣的話，玉智如果看到的話，應該會隨心刮。大雪蟹的身體我請我哥先蒸熟，這樣子肉比較容易挖出来。留中間那個洞，講究蒸汽要上來就對了。哇，那喜之刺出水完成，接着做下一個步驟。然後水把它流掉，把鹽都沖掉，不然太鹹了，沒辦法做的太考究了哦。螃蟹身體蒸好了，要用無情鐵手把蟹肉都挖出來。接着開始處理蟹腳，雖然賣螃蟹的板子上面寫鍋勿用，但是我還是想要弄點做生食，就算只做最粗的腳，扣掉斷掉的那一些，至少能夠弄個20隻生螃蟹腳來吃。
我今天算是把這種螃蟹呢殺一個明明白白了，經驗值一下子破表了。那我這個刀子的材質是便宜不鏽鋼嘛，這樣搞完一輪呢應該會崩口。但是便宜大螃蟹真的太難得了，硬上也要把它全都弄完。蟹腳的殼呢炙燒一下，把香味烤出來，稍微烤焦也沒有關係，這個甲殼的香氣會更濃。螃蟹腳切好呢，還沒有完，要立刻開始切生魚片。這個是八角魚的生魚片，接近腹膜的地方，中間還是有魚刺的，那個部分就做熟食了。那我已經熟炒了，我沒有辦法慢慢拔刺了。別倉去魚皮的時候，魚皮會整個被拉散，有點像竹夾或拉輪那樣。拉完之後砧板容易黑黑的，但我也沒有時間在意。我有多帶一把柳刃，切生魚片用的，也是不鏽鋼。那因為旅行期間你很難照顧好刀子嘛，帶碳鋼刀的話一下就生鏽了。我哥哥在旁邊把螃蟹肉挖出來，要跟蟹膏一起做個甲螺燒來吃，他們都沒有吃過，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。2種生魚片搞定。別忘了，我還買了10個厚岸牡蠣，要自己動手挖開。本期影片最慘翻車來了。我這肉好小哦，你看，這幾乎沒肉，沒有薄薄的一片。對，你看，沒有肉。怎麼會這樣？哦，這個超爛的，每一顆都是這樣。你看他沒生意啊。對啊。對耶。有沒有？每一顆都好小，反正弄都弄了。嗯。這是什麼？这是空的啊。本身他的人做生意不實在。嗯，這整個都。他們在買的時候，我不知道他們。不知道能不能吃到哈？對啊。但是每一顆都是這樣哎。對。那甲螺燒要放進螃蟹殼裡面煮，但我覺得那樣太慢了。我先在鍋子裡面煮好，然後放進蟹殼裡面一起加熱，這樣子更快就能吃。螃蟹背蓋上面的牙齒啊、胃袋，還有那一層紅色的膜都要先去掉，加入蟹膏、蟹肉，下面開小火慢慢的烤着，那一下子那個螃蟹獨有的香氣就上來了。那叫做油啊，來對下面有魚啊，魚啦，魚油哦，魚。我當然知道魚油啊，我只是講給人家羨慕一下。你怎麼那麼幽默？獵人那也是拍到頂啊。這個高湯呢，是用蒸12隻螃蟹流出來的湯汁，加上魚頭、蟹殼、蟹身等等的去熬煮的。那喜之次今天吃2尾就好，東西有點多，怕吃不完。油越煎越多啊！你看，剛剛沒有那麼多油的。另外2尾就吊在門口吹一夜，明天應該會更好吃。這個魚撒過很多鹽，滲透作用讓魚肉出水，但少了冷風吹乾，水分還是蠻多的。在乾煎的時候，魚皮容易破，魚身也容易散開，動作要很小心。剛剛那些八角魚的腹肉我一起煎了，還有魚乾也沒有忘記哦。好没爛，下下可以哈，好，下下。跟着魚油一起上，哇哦！哇，它這個啊，就是要燒到它下面那個殼有沒有？變黃，然後甚至有一點焦，它把那個蝦的味道往上傳遞。這個他們一般做是從頭到尾都在裡面燒。對，我們討假包，我們直接先在外面燒好，這樣看，直接挖。怎麼樣？錢的味道是哦，好吃吧？很濃郁，全部的蟹膏加身上全部的肉，攪在那裡。
這個是比較大只的腳在這邊，然後它這個是手工把它拉的，這樣放進去，然後就咬住它裡面有一根骨骼嘛，骨骼不要吃，就是用2個門牙刮下上面的肉，对，好，刮下面的肉，拉出来，对，就這樣，那就不要放回去了，沒有中招。哇，那個醋有把它肉的甜味帶出來。對，要一點醋哈，但是我覺得這一支沒有那麼甜，我以前吃過很甜的。我第一次這樣吃蟹肉，對，好吃吧？那種爽滑感覺。剩下這個比較小只的腳啊，我們等一下就放在上面烤。他沒有吃過，我們先讓他吃看看。哇，它的油脂很濃郁，細嫩，入口就化掉，对，我要感受那個魚肉都已經沒有辦法感受，就直接化掉，它已經下去了。你還加你的？不是，他一直看着，他好像沒有，他這樣。你媽媽還在那裡，她等着你的喜之次。好，再吃這個八角，這一樣是北海道限定的，來。它也是蠻油膩的，也很細，很細緻，但是它有那種彈性，就是黑色的，導遊，甜甜的又很清爽，對，然後再吃這個梅帶，它很軟，但是咬到後面的時候，我們發現好像有點彈性，它不會一咬都散掉。一般的鮪魚像這種顏色，一咬就會散到。對啊，就越咬越甜這樣。對，這個。台灣也有，這個不能久煮，一久煮整個甜味就進去湯裡面了。這2個人分，OK 好，來一起。蠻甜，你就慢慢這樣嚼，它就慢慢濕滑，這樣入喉嚨。對，然後那個油脂還喜之次的那個肝。它身體很肥嘛，所以它的肝也是脂肪肝。這樣看，它裡面有一塊是八角的，哇，你都沒有情緒價值外煎內，好吃吧？對不對？你看了，我哥哥就是懂。你有拱錘給你，我第一次上鏡啊，給你吃都沒有用好吃對不對？我跟你講，知音啊，好震撼，超好吃，真的。你看這個牡蠣，10顆，每一顆都是空的，只有1顆飽肉。你看每一個都這樣，所以說這個螃蟹2隻500日幣，這個要吃很久。我們等一下有一場硬仗要打。隔天來洞爺湖附近逛逛，原本想去附近的一個湖濱公園，結果太冷了，風很大。這個1樓是賣糕點的，2樓是餐廳，風景很不錯，而且餐廳價格沒有增加很多。哇，這個漂亮啊！再加那個雪景，真的是蠻不錯的。哇，這個碗我其實有帶來，我本來是要磨那個海膽醬。外面對，應該蠻好吃的。剛剛你在想這個肉很好吃，对，很好吃，但是好吃对啊，我想說，蕎麥麵真的很好吃啊。好軟哦。你看飯也好吃，飯很有味道。我們沒有在日本吃過殺豬排飯，第一次好好吃哦。冰箱還有嗎？冰箱有，都是牛。這茶碗蒸跟照片差好多，差超多的。我要蒸什麼？這個餐廳的餐點中規中矩了，除了豬排飯，還有扇貝湯、扇貝炊飯、蕎麥麵是哥哥點的，他沒有吃過。接着我們去水族館，我蠻期待這個水族館的，說不定能看到一些特殊的魚種。這裡有海豚的表演，這個海豚好大一隻哦。
接着是海狗的表演。這一隻是海豹，它轉了2圈，這樣就算是表演了。我其實分不出海豹、海狗、海獅的區別。還有一個企鵝遊行的活動，可以近距離的觀察企鵝，但是不能摸。有的企鵝好大隻哦，這種體驗我也是第一次，很好玩。那其他的企鵝就在巢穴裡面爽，他們是輪班制。送啦，給它裡邊熊班啦。這個水族館我非常喜歡，大門口這個是3層的大水缸，這是獅子魚跟恰貝拉，這有一隻很大的龍王鯛，就是蘇眉魚。這幾種都是熱帶地區的魚，所以這個魚缸的溫度應該很高。這裡還有雀鯛啊，紅笛鯛。這個很淺的水池裡面有魟魚。這個是狗沙吧？這個之前有位金門的觀眾說要寄給我，聽說這個很補，我不會做，婉拒了。繞到樓上的大水缸的高處，這裡能看到更多魚。這看起來應該是青鯽魚。這個應該是媽號，就是金帶花青。我沒有想到這個居然也能養，而且養了一整群。旁邊有很多的小魚缸，這裡的魚都養得很漂亮。你看魚身上的花紋啊、鱗片啊都非常清晰，沒有什麼摩擦損傷。這個倒吊很漂亮，這一尾像是紅條，這個應該是青心九刺腋，我不知道這是什麼，我沒有吃過。這個是石頭魚，玫瑰獨幼，這個是2隻靠在一起哦。這個是紅木蓮，南部叫鹽公吧，鳳梨魚。這大概是花鱸，這裡連沙丁魚都可以養。這有點像是石斑的，我不確定是什麼，應該是北海道特有的魚種，滿滿的一大缸。重點來了，你看這個是什麼魚？猛一看很像石狗公，整缸魚完全都沒有在動，只有後面的螃蟹在動。這是喜之次郎，除了後面被螃蟹騷擾到的那2尾，其他的完全都不會動。這就是它為什麼這麼好吃的原因了吧？因為它非常懶，一個一個就像按下時間暫停器一樣。水族館必備的海底隧道，這個隧道蠻短的啊，魚種不多，就只有很多石斑魚。還有一大群的白干，超肥，這應該養很久了。還有龍砧啊、笛鯛啊，後面那個鯊魚看起來很不健康，主要是這缸子太小了，它沒有辦法游動。然後那個拉輪一直跟着鯊魚，好像護法一樣。今天來吃螃蟹王，這條路上有超多間賣螃蟹的店。這一間名字最霸氣，店家二話不說，直接帶我往後面的小房間走。水池裡面滿滿都是毛蟹，它只賣這一個品種，從350克一隻到700克以上的，來都來了，要最大的。我還沒有吃過活的毛蟹，之前吃的都是熟凍再加熱的那一種，差不多600克左右。那這一隻明顯超過很多，稱一下看看有多重。將近1.2公斤，這個超大的，應該是店內目前最大的吧。現煮現吃18000，
還好不是8萬1，不然我就會大聲起來。我們2個家庭再來1隻，難得看到這麼大的毛蟹。這一隻也是將近1.2公斤。這裡的螃蟹真的超多的，拿出來門口就直接水煮。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要用蒸的，蒸的應該會更好吃吧？在旁邊套上橡皮筋直接煮，你可以站在旁邊看，不用擔心被換成死的。對，これね。で、これが印マーク。はい、入ります。はい。はい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バイバイ。拜拜，拜拜。不知道打烊的時候喝上一碗煮螃蟹的湯會不會中風啊？除了螃蟹，其他有賣的食物呢，就只有牛丼飯跟蟹肉飯2種。我看其他當地人都只有吃螃蟹了。你这牛肉好香哎！我这香菇很香。它这个蟹肉像干貝絲啊，但沒那麼硬。來肉，很軟的，喝一口。啊，好大好大哦！哇，好多蟹膏哎！哦，今天啊，有，对。它這邊這樣看，它骨骼在中間，那不要剝破你夾，其實你有吃到骨骼，你就輕輕的這樣子剝下來了，這好嫩哦，很有彈性。對，你看腳那個洞，你可以這樣吐，從反向出來。我沒有吃過活的，我們之前吃的都冷凍的哦。哇，好有彈性哦，好甜哦，來。攝影師吃一口，耶！這太好吃，超好吃的。記得醫生說吃螃蟹會過，真的嗎？哎，醫生你會過敏嗎？這你看上面都是毛，跟毛墊。是哦，你看他幫你來一刀，好貼心哦，它很軟，用剝了就開了，這樣就肉就出來了，哎，新鮮的，它這樣。一剝有沒有就分開了？哇，好香哦！然後口感偏細嫩，它沒有帝王蟹那麼扎實，但更甜哦。然後。它的纖維比較短，所以這個咬起來很輕鬆，一下就斷掉了，這個超棒。先吃這塊看嘛，幾塊，哇，這有應該塞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吧？高啊！哇哦，蟹飯上面，我跟你講，我剛試一下，超棒。我跟你講，來，你就這樣，這個蟹膏配飯，一起。好吃嗎？好好吃哦！你剛剛那次表情比較真誒，對，這一次有鏡頭在拍你，好像沒有分放。你如果架着的話，可能就會。剛剛那個表情比較那個。這次旅行成員當中有老人與幼兒，所以我們安排的相當鬆散，完整的行程都放在去裡面。你可以掃描畫面上的 QR code， 或者點選影片資訊欄裡的連結，就能看到詳細的行程了。這就像是打電動的時候有攻略可以直接照搬。那如果你覺得行程太過鬆散的話呢，因為我們這個是樂齡嘛，你也可以自己加進去。那去裡面有很多不同主題的行程或清單，直接複製收藏真的很方便。那你也可以把自己做好的行程加進去，跟大家一起相互追蹤、相互討論。那自由行的行程很棒，但自由行要花很多時間做功課，去可以節省你很多時間，趕快去下載吧。那麼最後呢，幫大家表演一下這個我買到的口簧琴，這個就跟我們那個泰雅族的那個口簧琴一模一樣，光滑的這一面啊，要面對自己，不然你可能會吹了一口血。
這就是基本的。你先拉出這個聲音來，就代表你可以駕馭這個